有一段时间，我很害怕面对某些自己，那些让我不舒服的情绪，那些反复出现的模式，那些一靠近就让人想退后的念头。我总是试着避开，我会让自己忙碌，让思绪转移，甚至说服自己，这没什么好在意的。我以为只要不去看，它们就会慢慢消失。但事实是，它们从来没有离开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出现。在某个瞬间突然涌上来，在某段关系里再次重演，在某个决定前让我停住脚步。我开始觉得困惑，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很努力往前，却还是被这些东西拉回来？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没有再逃，不是因为我不害怕了，而是因为我累了。那一刻，我停下来，让那些一直被我推开的部分慢慢浮现。一开始很不习惯，你会想退，会想关掉，会想让一切恢复平静。但我没有离开，我只是轻轻地看着，看见那份不安，看见那份害怕，也看见那个一直在努力保护自己的我。那一刻，有一种很深的理解出现了。原来那些我想逃避的部分，不是来破坏我，而是来提醒我，在心理的层面，我们会逃避的，往往是那些还没有被理解的经验，那些情绪，那些反应，那些看似不理想的样子，其实都在承载某些讯息。当你不去看，它们就会反复出现，因为它们还没有完成它的表达。但当你愿意停下来，愿意靠近，那些原本让你抗拒的部分会慢慢开始转变。你会发现，那份害怕其实是在保护你不再受伤，那份不安其实是在提醒你某些需要被照顾的地方，那份退缩其实是在告诉你，这里还需要更多的安全感。当你开始这样理解，你不再急着修正，你开始陪伴，而在这样的陪伴里，那些原本卡住的地方会慢慢松开，不是因为你压过它，而是因为你看见它。我后来才明白，真正的转变从来不是逃避不好的部分，而是走进去。当你愿意走进那些你最不想面对的地方，你会发现，那里没有你想象的危险，只有一个一直在等待被理解的自己。而当你愿意伸出手，去接住那一部分，一种很深的整合会在你之中发生。你不再分裂，不再对抗，你开始变得完整，而完整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正想逃避某些感受，请不要急着把它推开，试着停一下，轻轻地靠近，去看看那里到底藏着什么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会拖住你的部分，其实正静静的等待成为你转变的入口。而当你愿意走进去的那一刻，你的人生也会在你最深的地方悄悄地开始改变。压抑那些太真实的渴望，那些在心里悄悄浮现的念头，那些让我心动却又不敢承认的方向，我会很快地把它们关掉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不实际，这样太冒险，你应该更理性一点。于是我选择安全，选择稳定，选择那些看起来比较合理的路。但奇怪的是，即使一切看起来没有问题，我内在却始终有一种空。那种空不是缺少什么外在条件，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偏离。好像我正在过着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生，
却不是我真正想活的样子。我试着忽略，试着让自己满足，但那些被压住的渴望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变得更安静，却也更深。在某些时刻，它们会突然浮现，在你看到某种可能时，在你被某件事情触动时，在你无意识地想象另一种生活时，那一刻你会感觉到一种熟悉的心动，却又很快把它压下去，因为你害怕改变，害怕失败，也害怕那个渴望真的代表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没有再否认，我只是静静地问自己，如果这个渴望是真的呢？这个问题让我停住了。我没有急着行动，我只是开始允许它存在，允许那个想要的感觉在心里停留久一点。一开始会不安，因为你开始看见原来自己其实想要的不一样，但同时也有一种很深的真实感。在心理的层面，渴望并不是随机出现的，它往往来自你内在最真实的需求，是你价值的延伸，是你生命动能的方向。当你压抑它，你不只是放弃一个选择，你也在远离自己。但当你愿意承认，即使还没有行动，你的内在就会开始对齐。我开始慢慢练习，不再否定那些渴望。我不再急着说不可能，我会说，原来我有这样的想法。这样的允许，让那些被压住的部分慢慢回来。我开始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连结，那不是外在带来的刺激，而是一种从内在升起的方向感。你会知道，也许这条路还不清楚，也许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但那个渴望正在指向某个地方，而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你真正想去的方向。我后来才明白，我们不是因为准备好了才有渴望，而是因为有渴望，我们才会慢慢准备好。所以，如果你心里有一些不敢承认的想法，不要急着否定，也不要急着合理化，试着让它存在，去感受，去倾听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太遥远、太不切实际的渴望，其实正安静的在为你指路。而当你愿意承认它的那一刻，你的人生已经开始悄悄转向，朝向那个更贴近你、更真实，也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慢慢展开。我被自己的念头困住，还没开始行动，脑海里就已经出现各种担心。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是不是还不够准备好？那些声音来得很快，几乎在我想往前的同时，就把我拉回原地。我以为那是直觉，是提醒，甚至觉得那是理性的判断。所以我选择停下来，一次又一次。我告诉自己，再等等，再想清楚一点。但久了之后，我开始发现一件事，那些让我停住的念头，总是长得很像。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机会，什么选择，他们都用类似的方式出现，让我犹豫，让我退后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怀疑，也许这些念头并不是在告诉我真相，而是在保护某种熟悉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大脑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让你成功，而是让你安全。而所谓的安全，很多时候并不是最好的状态，而是最熟悉的状态。即使那个熟悉并不让你快乐，但只要是已知，
大脑就会倾向留在那里。所以当你想改变，想尝试新的方向，那些不安的念头就会出现。他们不是要阻止你成长，而是在说，这里不熟悉，我们要不要先退回去？当我开始理解这一点，我不再那么急着相信那些声音。当它们出现时，我不再立刻停下来，我会先停一下，然后轻轻地问自己，这是危险，还是只是陌生？这个问题让我开始有空间去分辨。我发现，很多时候，那其实不是危险，只是我还没有习惯。当你这样看待，那些原本让你退缩的念头就不再那么可怕。你不需要消除它们，你只需要理解它们。我开始学着带着那些不安前进，不是因为我不害怕了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害怕不代表错误，它只是大脑在试图保护我，而我可以一边被保护，一边选择不同。这样的我开始慢慢走出熟悉的圈，一开始很慢，也会反复，但每一次没有退回去，我都在告诉自己，原来我可以。而这样的经验会一点一点改变大脑的判断，那些原本被视为不安全的事情，会慢慢变得可以承受，甚至变得自然。我后来才明白，那些让你不安的念头，不是你的敌人，他们只是来自过去的保护机制。当你愿意理解，你就不再被他们控制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被某些念头困住，请不要急着压过它，也不要急着否定自己，试着停一下，去听听那个声音在说什么，然后温柔地回应它。谢谢你想保护我，但我想试试看新的方式。当你开始这样与自己对话，你会发现，那些原本让你退缩的力量，会慢慢转变，从阻碍变成支持，而你也会在这样的理解之中，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不再被熟悉限制的自己，慢慢展开。我总是在相似的地方受伤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情境，却带来几乎一样的感受，一样的失落，一样的不被理解，一样的在关系里慢慢失去自己。我一开始以为只是运气不好，后来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总是遇到不对的人？但更深的地方，我其实有一种不敢承认的困惑。为什么我总是走进类似的循环？明明已经告诉自己不要再这样了，却还是会在某些时刻做出一样的选择。那种感觉让人无力，因为你以为自己在改变，却好像又回到了原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不再只看外在，我试着回到内在，去看那些反复出现的模式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这样的情境对我有某种熟悉感？这个问题让我慢慢看见，原来那些让我受伤的模式，并不是随机出现的，它们带着一种很深的熟悉。那种熟悉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大脑会倾向选择熟悉的经验，因为熟悉代表可预测，代表某种程度的安全。即使那个熟悉其实会让你受伤，但对大脑来说，可预测比未知更安全。所以你会在无意识中靠近那些熟悉的互动方式，选择那些让你有曾经感觉的人，重复那些你以为已经离开的情境，
这不是因为你不够清醒，而是因为你的系统正在试图维持熟悉。当我开始理解这一点，我不再那么责怪自己，我不再说为什么你又这样。我开始问，这里让我感觉熟悉的是什么？这样的转变让我慢慢看见，那些我以为只是刚好遇到的事情，其实都在对应某些内在的经验。当你开始看见，你就有机会选择不同。我开始练习，在那些熟悉感出现时，不再立刻靠近。我会先停一下，去感受这份熟悉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一开始很不习惯，因为你正在离开惯性，离开那种虽然痛，但知道会发生什么的状态。但慢慢的，你会开始建立新的经验，那些不再那么熟悉，却更健康、更稳定的连结。当你一次又一次这样选择，你的大脑会开始学习，原来安全不一定来自熟悉，原来新的方式也可以被信任。我后来才明白，那些反复让你受伤的模式，不是你的命运，而是你还没有重新选择的习惯。当你愿意理解，你就不再被它困住。所以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又回到某种熟悉的伤痛，请不要急着责怪自己，也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进步。试着停一下，去看看那份熟悉，它从哪里来？它在告诉你什么？你会发现，在那个看似重复的地方，其实藏着一个新的出口。当你愿意看见，愿意选择，你就可以慢慢走出循环，走向一种不再只是熟悉，而是真正让你安心与完整的关系。而那样的你，也会在这个转变之中，一点一点的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。自己有很多地方需要被修好，情绪太敏感，想太多，容易不安，有时候甚至连自己的反应都让我觉得困扰。我会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些真的应该改掉。我开始阅读、学习，尝试各种方法，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变成一个不再被情绪影响的人，一个稳定、清晰，没有那么多起伏的自己。但越是这样努力，我越发现，那些我想修复的地方并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暂时安静，然后在某些时刻再次出现，而且比之前更强烈。那一刻，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永远都修不好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累了。我不再急着改变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反应，看见我为什么会不安，看见我为什么会想太多，看见那些情绪背后其实都有原因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也许这些不是坏掉的地方，而是某种讯号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每一个情绪与反应其实都是一种保护与提醒。当你感到焦虑，也许是在告诉你有什么需要被重视。当你过度在意，也许是在反映你内在对连结的渴望。当你容易受伤，也许代表你其实很在乎。这些都不是错误，他们只是用一种你还不理解的方式在与你沟通。当我开始这样看待自己，我不再急着修复，我开始理解。当不安出现，我不再说怎么又来了，我会问你想让我看见什么。当情绪涌上来，我不再压下，我会说
你可以存在。这样的转变让那些原本混乱的反应慢慢变得清晰，你开始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，而当你听懂，他们就不需要再用那么强烈的方式出现。我后来才明白，我们不是坏掉了，我们只是还没有被理解。那些你以为需要被修复的地方，其实一直在努力，用各种方式提醒你，这里有感受，这里有需要，这里有一个正在等待被看见的自己。当你愿意这样看待，你不再对抗，不再急着改变，你开始陪伴。而在这样的陪伴里，那些原本让你困扰的部分会慢慢转化，不是因为你修好了它们，而是因为你理解了它们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在觉得自己有很多问题，请不要急着把自己变成别的样子，先试着停一下，去听听那些反应，去看看那些你一直想改掉的地方。他们其实没有在对抗你，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向你靠近。而当你愿意回应，你会发现，你不是一个需要被修复的人，你是一个正在学会理解自己的存在。而这份理解会带着你走向一种更温柔、更完整，也更靠近自己的转变。很讨厌那些让我不舒服的感受，焦虑、不安、混乱，还有那种说不上来的卡住。他们总是在我想前进的时候出现，在我以为自己终于稳定的时候打断我。我会觉得挫折，甚至有点失望，因为我以为成长之后应该会变得更轻松、更稳定、更不受影响。但现实却是，我还是会不安，还是会怀疑，还是会在某些时刻感到不确定。于是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其实没有进步？是不是我只是一直在原地打转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没有再急着让自己好起来，我只是静静地感受那些不舒服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没有把它们当成问题，我只是问自己，这些感受是在告诉我什么？这个问题让一切慢慢变得不一样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当你开始走出熟悉的模式，你的大脑会感到不稳定，因为你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区域，而新的就意味着不确定，而不确定会被感知为不安全，所以你会感到不安，感到拉扯，甚至感到想退回去。但那不代表你做错了，那正代表你正在改变。我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些感受。当焦虑出现，我不再说怎么还会这样，我会说原来我正在走向新的地方。当不安出现，我不再急着压下，我会说这代表我正在离开熟悉。这样的转变让那些原本让我抗拒的感受慢慢变得可以被承接。你不再被他们推着走，你开始与他们同行。而在这样的同行里，你会发现那些不舒服其实都有方向，他们不是来让你停下，而是来提醒你，你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。我后来才明白，成长从来不是一条舒适的路，它会带你离开旧的自己，离开熟悉的安全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一定会感到不适，但那份不适不是错误，那是转变的感觉。当你愿意这样理解，你不再害怕那些感受，你开始信任他们，
信任自己正在经历一个必要的过程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感到不舒服，请不要急着让自己回到原来的状态，也不要急着否定自己。试着停一下，去感受那份不安，去听听他在说什么。你会发现，他其实没有要阻止你，他只是轻轻地告诉你，你正在改变，你正在跨越，你正在走向一个比过去更真实的自己。而那些让你不舒服的感受，正是这段成长里最真实的证明，提醒你，你已经不一样了，而你也正在慢慢成为新的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